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KO 版电影7 U01的这款猩猩队长，盒子还是挺大的。玩具配件的内容2把刀和2个弹射子弹，这和原版的配置是一样的。其实这个产品让我感觉还挺意外的。现在国产的这些第四方 KO 厂一般会用 SS 的模具来改啊，它的底子毕竟放在那里还是比较优秀的。这个厂家竟然选择了 U 级的日版独占的这款觉醒猩猩啊！这个就说起来，其实原版的这个模具啊，就属于王国的放大魔改版吧。变形结构和王国猩猩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但在造型方面，外表的壳改成了像是电影里边的造型，又不能说100%还原。但是，不得不说，王国猩猩这个模具还是比较优秀的，尤其你看这个腰，还有肚子这一块的曲线做的仿生感觉特别的棒。再加上我挺喜欢这种毛发纹理的质感的，但你要说还原，肯定是不如 SS106的那个还原了。整体拿起来也很有分量。2个脚丫子是合金的零件，但是这个模具最大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很喜欢在玩具身上挖窟窿。就这种东西啊，我在领袖之证的时代就相当的讨厌，可以看到完全破坏了身上的这种一体性啊。凸出来的这些扣子相当的碍眼。KO 厂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个啊，真的考虑到玩家的感受，真应该把这些窟窿填起来，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做。当时的日版啊，就很喜欢插在身上这些小目标战士了啥了的，当成一个互动性的玩点吧。但是猩猩自己的武器其实跟这些窟窿没有啥互动性，插不上去的，所以你还得弄其他的这些小玩意儿。而且作为一个电影的造型，搭载这些东西真的太累赘了，而且真的太影响美观了。Q 版这回的脸也是照着原模做的，涂了金属漆，质感看着还不错吧，并且纹理刻线什么的还行。当然跟官方原版比起来是稍微有一点肉的，但是也能看，这张猩猩脸会觉得特别帅。而且可动性这一块很好，这个模具设计了独立的蝴蝶关节，让这个猩猩进行捶胸的时候，可以做出来非常漂亮的姿势。此外 ，KO 版改进的地方做成了全指可动手，原版的是下3指连在一起这样的棉手套啊。那我们也是直接开始变形，这个的变形也很简单，脚后跟儿，猩猩的脚后跟儿，人形的脚尖儿，掰下来以后，这里是有一个小钩子的。把它锁上，腿部往下放一放，肚子这一块卡扣打开，双腿撸直了，后边的这块面板提起来，得错点位置，旋转180度，这个边缘还挺大的，然后反着扣上来，这地方又出现一个插扣，进行结合固定，后背这里打开，然后根部往出拉，有一个挺长的滑槽，把它拉起来，脖子旋转正。人头和猩猩头换一个方向，把这下巴壳稍微的往上翘一点点，滑道缩下去，稍微往起扬一点，调正了，脖子盖上。人的脖子下方这里还有一个盖板转轴，我们把它拼齐。胸口、腹肌打开，旋转180度。变成人形的胸甲，然后2个肩胛立起来，很有灵魂的腰部旋转。尺寸方面，身高来到了22公分。这款 KO 其实并没有放大，它做的是官方原大的尺寸，毕竟原版是一个 U 级别嘛。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放在了 SS 线的 BW 玩具里边，就显得比例有一些失衡，放在这里就会感觉很壮硕啊，甚至比 MP 的那款猩猩个头都要大一些。但不得不说，王国这个模具是真的实用，而且在变形的过程中也是相当还原的。唯一就是强行用王国猩猩，或者说用世界初造型来魔改电影造型的话，结构上边肯定会有所限制，而且并不能展现出来电影里边那种丰富的细节和层次感。所以日版独占的这个 U 级猩猩定位其实挺尴尬的，它是夹在王国和 SS106区间的一个东西啊。你要说还原世界初也不够，你说还原电影也不够。
不够。但是更漂亮的星星形态，还有这种更扎实的、更大的尺寸，让你玩起来其实还挺爽的。头雕方面，其实跟 U 级原版那个也差不多 ，U 级别的那个就是这种扁宽的脸型。脸部可以打开，不过 KO 版的这个换脸的时候啊，脑门掀开会有一些紧，尤其你在第一次开的时候啊，扣的还挺严实的。可以切换成面罩嘴，这个也是很多电影擎天柱的口罩更换的一结构啊。另外一个噱头，小臂下方这里有一个推的扣子，可以弹射出臂炮来。当然，这也是世界出星星的一个设定啊。弹射自动发射的臂炮，哎，这个效果还是挺帅的。但是这上边这个洞洞啊，还凸出来这么长的一截，非常的碍眼，我真的很讨厌这些东西。和王国星星不同的是，翻开这块的背包时候，你要把这两个夹角，哎，90度折起来，这里也相当于一个挡肉键，就可以推出2个肩炮。它上附带的2个导弹头，那这个东西也是球形挤压式的，哎，这一块就不怎么连力啊，应该是做工的问题。这个棍子上边的水口没有切干净，这种挤压式的倒是避免了弹簧物触发。背后这里有搭载的卡扣，可以把双刀别在后背的书包上。双刀的尾部也有一个小扣子，可以结合起来，变成弹刀模式。手指的握持力度还是不错的，虽然说没有扣子，但是指节的这个阻尼感，握这2把双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总的来说吧，其实这款模具还是非常适合把玩的，但是原版的 U 级底子定位，第一个很尴尬，第二个身上钻了很多的窟窿，莫名的让人有一些不爽。但优点是把玩比较方便。整体扎实，而且板件用料很厚，再加上仔细看身上的头胶空洞似乎也并不多啊，所以360度转起来看一下，这款星星的完成度还是挺好的啊。底子虽说和电影里边出入很大，但如果你仅仅把它当成一款玩具来玩的话，还是不错的。再加上 KO 版现在做出来以后，价格方面肯定是有优势了。还有一点，我个人的意见啊，你既然已经改了，进行部分的改模，起码手这边已经做成了全指可动手，为什么不把身上这些累赘的窟窿都给它填起来呢？或者说完全的消掉啊，再延伸下来那些皮毛的纹理刻画就好了。要我说啊，这个就是偷懒了，因为其实这些毛发的纹理啊，在建模的时候你也不能直接拉过去啊，它毕竟不是一个平面，那些纹理刻画可能还得细雕一下，所以索性它就直接照着原版的图纸来做模具了。那么得嘞，这款我们就玩到这儿吧，下期再见。